哎，大家伙儿早喽！2月14号，星期二啊，清晨。今天出来的晚，想等天亮一点。最后一个训练日聊评论，所以我得看贴在胳膊上的小纸条。你看我这边这些楼都特别高，离得特近。今天的 GPS 数据就是来自手表的 GPS， 不是抱歉啊，今天的配速的和距离的数据就是来自手表的 GPS， 不是脚上的 Stride。今天又凉了，气温。昨天下了雨，今天有点风，我把外套穿上了。街角的小咖啡厅都已经开始营业了，便利店、麦当劳，还有这个是牛肉饭。北京也有，但是我一次都没吃过，在这儿也是。吉野家也有很多年不吃了。其实在这边，你要说吃午饭，那吉野家什么的并没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今天就轻松跑了。昨天那个 ChatGPT 的研究，是啊，还行。但是其实比较遗憾的，就虽然我是付费用户了，但是其实也是不够快，响应的还是有点慢。然后我们频道的字幕以前一直是剪辑完了以后用一些软件来做自动生成，然后昨天我试的是用也是 OpenAI 的那个 Whisper 的那个项目，是，那个准确率要比之前使的软件要高不少，但是要慢一些。回头跟大家介绍我的工作流，慢慢再完善吧。这个上坡，那咱一会儿聊啊。我们又来跑这个方向，看看今天的日出和云，能看清吗？远处还能看见山的轮廓。风景还可以哈。我们超过前面这个人，开始回评论吧。行啊，咱们开始聊评论。第一个小伙伴问这边防疫啊什么的怎么样？这边基本上已经感受不到这个新冠的存在了，就是你没有什么这种气氛了。但是还没有正式取消各种政府的要求，要到5月8号吧。现在就是餐厅啊、便利店这些地儿还是有透明的塑料布隔着。但至于戴口罩这事儿呢，大家以前2019年之前来日本旅行过的，应该也都知道，他们就是比较喜欢戴口罩，而且这边花粉症比较严重。下一个啊，隐形眼镜，我戴的是博士伦的，就挺便宜的那种，半年抛，全天戴肯定不行，还是不舒服。我就是训练和比赛的时候戴，生活中不戴。WOD 这个软件设课表，耳机能听到提示，对的，是有语音提示的，当然是英文的啊。其他的那种像佳明啊什么的，应该只有震动的那种提示，它可能是没有语音的连接耳机，我不知道啊，因为好久没有用了。但是 Apple Watch 上的软件，不管是 Stride 还是 WOD 都可以。初3跑者啊，了不起！
说10公里能到53分钟了，很了不起了啊！但是我建议就是，您的最长训练距离就放在10公里，不要再长了，因为还是太年轻。加油干，加油干！就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狠，把运动当成生命中的一部分，可持续就好了。好几个小伙伴都说康复之后各种问题，心率高啊，没状态啊，甚至像手表告诉你最大摄氧量下降或者跑力下降。至于最大摄氧量这些，昨天我说了啊，不用管它。其他那些呢，有的小伙伴还挺谨慎，说也去医院全面检查了都没事儿，那就是没事儿啊，是不是？我是生病以后的第2周，就是大概8、9天的时候恢复的晨跑，当然从轻到重啊，就是强度。一开始肯定是觉得累，因为就你别说你生病了，就你歇几天再恢复跑，感觉马上就不一样。您大多数的感觉应该都是因为休息休的，而不是生病的。肯定是有个别的例子，但是这我之前说过啊，就不多说了。不用太担心，别把它往心里去，放平心态。说想转成程序员，问我学什么语言。不学语言呀，就是技术工作是这样，它并不是说你会一门语言，这就像说我们生活中一样，不是说你会说中文，而是说你能拿中文写出文章和诗歌。你任何语言写出的文章和诗歌，体系都差不多呀。可能更多的学的是一种思想、思维方式，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吧。语言这东西，基本上您如果会读英文，大多数语言都能上手。您要说深度使用的技巧，您相信我，大多数时候用不上，用上的都不是语言本身。就比方说，无论是 Twitter 还是微博，或者是以前的双11，能扛住这些流量，跟语言本身的关系几乎没有，都是设计思想。一位40多岁的老哥，要准备1个月后的一个半马比赛。首先加油啊！您说能跑5分半的配速，现在担心的是10公里之后会不会累掉速。您的周跑量是50公里，那我觉得这个跑量完全不用担心。我的建议是，您不是还有1个月吗？您可以自测一个半马，用比方说您几乎全力吧，几乎安全第一的情况下，因为这时候不能受伤了。40多岁恢复会越来越慢，受伤以后可能不一定能完全康复了。看看您能跑多快，就用这个速度去比赛，或者您觉得自测半马太长，您可以自测一个16公里就可以了。加油啊，真的了不起！至于您说的膝盖的伤病，既然您还能坚持周跑量50，它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平常注意就好，增加一些大腿前侧的力量训练。我们先超过他啊！像大课之后的恢复时间怎么算？大部分我的课表都不算恢复时间的。我昨天说的30公里的测试是要恢复的，就是像你要是准备一个全程的马拉松，最晚30天之前，
如果你想测试30公里的强度的话，上了30公里又有强度的话，基本上要恢复个10天至少。对面跑过来的人也挺厉害的，刚才右手。非机动车道跑步它是斜着的，为了排水，经常这样会不会不好？确实会。您可以试试往反方向跑一跑，确实会有的地方是挺平的。然后步频怎么提高？又逆风了啊，抱歉。如果您步频低于150，您可以找人给您拍一下您跑步的动作，您看看是不是跳着跑。其他的顺其自然，跑跑就找到自己的节奏了。风好大呀，今天。下一个啊，为什么选择 Strava？ 就是我不是拿 Strava 记录我的训练，就是我现在手表开的也不是 Strava， 我只是最后把所有数据会同步到他那一份儿，因为它开放了，然后也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数据也开放，然后兼容的平台也多。我觉得开放才是互联网的未来啊！平台，你像 Strava 是提供官方的 API 接口的支持的，虽然其他的平台也有各种办法，但是不一样啊。然后在这儿租房，外国人在日本租房是有难度的，因为这边对租客比较保护，所以好些人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外国人。但是一般都没问题，不过还是要求在这儿的朋友帮忙，就是你至少跟人家中介公司咨询的时候还是要讲日文。其他房租什么的都价格很美丽啊，具体就不说了。行，评论基本都回完了，今天就简短了。新关注的小伙伴，咱们这个频道就是4天休1天，跟我的训练一个节奏，一般就是第4天回复整个这3天的评论，4天的还有上一个第4天的，我会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像比方说刚才说康复之后跑步这事儿，其实是3个不同的小伙伴的评论，我放在一起说的。最后再宽慰大家一句，真的不用太担心啊，加油干，加油干！哎，2月14号星期二清晨7点24啊，训练结束，跑了一个15公里，最后一个训练日了，就随意跑，1小时06，平均配速4分26，心率147，功率233，步频199。今天穿一双新鞋啊，人帆带过来的鞋。发现这么一双，看，定制款的2代的 Vaporfly Next， 这个定制只换了鞋面，鞋面换成了2代的4%的那个织网的鞋面，区别就是没有2代的 Next 本身的那个鞋面透气性好，但是呢更软一些，包裹性呢好一些，但是支撑没有那个好。然后还有区别就是足跟这儿没有，就里头没有防护跟腱的那一圈海绵，这个是区别啊。行，今天第4个训练日回了回评论，我一般你看贴这么一个小条在胳膊上，然后明天是休息日了，这一周还是工作周，到这边的第2个工作周了吧，还是第3个？第3个了啊，已经基本上进入正轨，然后还有一些事儿要忙，行吧？看这个，我最近在有意的去调整髋关节的发力，然后争取把步频呢，我的理想情况下是在195左右，
之前老是206、207，太高了。那行吧，那这么着，这周末好像就是深圳马拉松了吧？到时候一起看直播吧。然后祝能参赛的小伙伴都有好的成绩，都能顺利开心的完赛。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这是这几年的第一场比赛，对有的来说可能是跑步以后的第一场比赛，是吧？尤其是我看有报半程马拉松的，我不确定，可能我记错了啊。半程马拉松呢，到最后一定不要用100%的力去冲刺。半程马拉松最后冲刺很容易受伤或者出一些危险，因为它毕竟没有那么长的疲劳的积累，你可能有点收不住。其他的都还好。那我们还是努力生活，健康平安。今天试试我的新的字幕的工作流，咱们下个训练日再见了，加油干啊！